我考上大学那年跟陆煞结的婚，那时候的我恨极了陆煞和我的父母，因为我是被父母卖给陆煞的。18岁的我明明有最好的前途，我最不想结婚，不想嫁人，可我被他们逼着嫁给了陆煞。哪怕陆煞后来供我上了大学，我也一如既往的讨厌他。只有在他发工资的时候，才勉为其难的说两句好话，也会哄着亲两口。陆煞不善言辞，还特别容易脸红，亲一口脸就红了，整个人也晕晕乎乎了。别说工资，让他跳个楼，他估计都能说行。这时候甚至不用我开口要，只问他发了多少工资，他就立马掏口袋全给我了。他那时工资还挺高，在民营糕点厂里负责机械维修，一个月有55块钱和10斤粮票。那些钱他从来不存一点，口袋里有多少给多少。陆煞的钱是我这辈子拿过最容易的钱。陆煞的钱攒了3年，在我大3的时候买了套2室1厅的小房子。我说再攒攒还能买彩电，陆煞说也可以等我大学毕业了，想去趟北京看看天安门。那年我觉得陆煞也没那么讨厌，只是一般般讨厌吧。只是后来陆煞死了，我还没毕业，他就出了车祸。他刚死的时候，我算不上多难过，毕竟一开始我那么恨他。可后来一年比一年难过，我每年去上坟，都会想起陆煞才23岁，想着想着又乐了。我看着墓碑，陆煞，你怎么能连个家人都没有？我总觉得我忘了你便是欠你的。我重生了，我也不知道我怎么重生的，只是这次我看见了冲向陆煞的车。这是他车祸的那天，我几乎来不及反应，就扑过去把他扑倒了。我似乎听见他在喊我，我想动一下，但腿好疼好疼，我乐了，他还活着吗？这次的梦真的好真实啊！再醒来就是在医院，车没撞死我们，只是从腿上压了过去，我们两个的腿一个骨折，一个骨裂。我们两个的病床挨着，医生问我们什么关系，陆煞磕磕巴巴回答，兄妹。我忽然想起，我大学的时候并不想让别人知道我们是夫妻。他有天来接我，同学路过问我他是谁，我那时不想让同学知道我已经结婚，最后也只说他是我哥。同学半信半疑的看向陆煞，一直垂着头的陆煞接过我的背包，默默点了点头。那是陆煞最生气的一次，他坐在家里生闷气，不吃我做的饭，也不喝我烧的水，3天没跟我说话。我心虚的安慰了几句，他抬头看我，我才发现他眼眶红了，他委屈的让我这种坏女人都愧疚了。别哭。他别开脸，好半天像找面子似的回了一句，沙子迷了眼。医生并不怎么信我们是兄妹，他狐疑的看着我们俩，真是兄妹？看起来年纪差不多呀。我接了话，是夫妻，领过证了。医生猜对了，再打量我们乐了，那挺好，小夫妻一个房间换药，刚好不用太害羞。大约是我挡在陆煞身上的缘故，我是骨折，陆煞只是骨裂。陆煞睡了2周就能下床了，他每天巴巴的给我削水果，端饭，扶着我上厕所。那段时间真的很搞笑，俩瘸子一瘸一拐的互相扶着去厕所。陆煞一看到我的腿，眼眶就红，声音也哑哑的，带着生气，石欢，当时为什么要扑过来？明明喊一声就好。我不想解释，毕竟我上辈子是看着他死的，我下意识避开话题，伸手挑起他的下巴。瞧瞧陆小哥哥要哭鼻子了。第一次见陆煞的时候，我就喊了陆哥哥。我12岁那会儿，陆煞来帮我家送煤，当时大人不在家，我给陆煞开的门。13、14岁的陆煞穿着短半截的裤子，浑身又瘦又脏。他努力从驴车上抱下来一筐40、50斤的煤，慢慢送进我们家的厨房。我给他倒了碗水，陆哥哥，喝水。他在院里洗了把手，又在衣服上擦干净，才小心的喝了口水，把碗递给我，还是不可避免的多了2个煤灰印子。他垂着头，没说话，只是接过钱的时候执意少要了5分。那时候他给人送煤，跑一天只能赚2毛，可那5分他执意不要。陆煞这个人很奇怪，他缺钱，缺到了极致。恰恰是因为他缺钱，他才知道钱好，才总要给我钱。他就是觉得因为是好的东西，所以要给我。出院那天，陆煞已经能走了，他推着我回家。他似乎想说点什么，最后还是没说，只给我接住了一片落下来的银杏叶。进门前，我才听见他说，石欢，
你最近对我不一样了。哪里不一样？你看我的时候好像一直在笑。好奇为什么？因为呀。我卖了个关子，勾了勾手指，陆煞忙凑到了我面前。因为我呀，想起来我们小时候，你来我家送梅给我带的糖，那糖可甜了，以至于我从满心厌恶的疯婆子变成活泼开朗的小女孩了。陆煞目光有点迷茫，我则是捏过她的下巴亲了一口。小时候怎么没发现陆煞长得这么好看呢？当初灰扑扑的小孩洗干净了也是剑眉星目，还挺帅的。陆煞从耳尖红到脸侧，然后红的要自然了。陆煞，他不看我。陆小哥哥，我瞧着他那红透了的耳尖，又喊了一声。饿了吗？他终于忍不住问了一句。有一点。我去做饭吧。陆哥哥别喊。这个字声音很小，带着一点沙哑，他甚至不敢看我。我拖着头瞧着他，一时间猜不出他是真想拒绝，还是想多听两声。我在家又养了1个半月，才去拆了石膏。陆煞又发了工资，又跟人借了些，凑够了钱去买了辆自行车，每天一下班就来学校接我。我现在每天忙于学习，我发现我忘得太多了，而我还要准备考试的。我白天学习更加努力，但一出学校我就开始犯困。我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，抱着陆煞的腰，累得不想睁眼，直到陆煞停车我才睁开眼。这么累，那些东西好费脑子。陆煞，你背我走吧。陆煞不是第一次背我了，我腿受伤后爬楼梯或干什么都是喊他，他很熟练的背我上楼。我捏着他发红的耳尖，陆煞垂着头一言不发，耳尖则是红透了，但被我捏在指尖也无可奈何。但他还没走2步，就听到身前一道喊声。陆煞，我头都没抬，懒懒的挂在陆煞身上，直到对方又喊了我，你是安石欢。我终于抬头了，也沉默了。周岩，是我，石欢，你们这是？哦，我老公背我回家。我勾起一个笑，指了指陆煞，说起来还要谢谢你呢。周岩看着我和陆煞，一时间目光复杂极了。我跟周岩认识了很久，周岩是我邻居家的孩子，也是我的发小。我们俩是同一年考上的大学，只不过我是省重点，他是个普通师范。然后他高考完跟我表过白，我记得那天他穿着新潮的白衬衫，头发抹了发油。他跟我说他喜欢我，我手里的红薯都吓掉了，反应过来后我退开了。我不喜欢你。他看着我如同势在必得的猎物，我们可以慢慢接触。我张嘴好半天才回答他，我希望找个比我高考成绩好的。我一直觉得我是个温柔的人，我用了我认为最温柔的方式拒绝了他，毕竟他那么丑，我都没说出来打击他。可他不是个好人，暑假没过一半，我听见他跟我妈说，学校的女孩子读了大学就不会回来了。既然早晚都要嫁人，还不如早点嫁人，能省下一笔大学学费，还能赚一笔彩礼钱。旁边一群长舌妇也一直附和，不如嫁了。我妈忧心好几天，最后找来媒婆给我介绍婚事，说是结婚，但我爸妈唯一的条件是男方给800彩礼钱。那个年代，普通人家结婚也就100-200算高的了，800很明显是什么意思。但周岩还是凑到了800，他来看我，兴奋地跟我说，他很快就会娶走我了。他说，我们以后会生很多孩子，我只需要在家给他做饭、洗衣服、带孩子，至于大学，还是不要想了，女人上了大学，心都野了。我拼命想逃出房间，被我爸抓住了手腕，我爸给了我一巴掌。我被甩在椅子上，我怒极反笑，抬头瞧着他们。如果我上不了大学，那你们都该去死。明明我还在笑，可大约是我那时真起了杀心，他们看着我怔住了。后来我妈把我推进了房间，好好在你屋里待着，女孩子早晚都是嫁人的，妈也是为了你好。为了我好，要真为了我好，你们就该把自己脏透了的心刨出来洗干净了再说话，你们丧了良心卖闺女，就别怪我说话难听。不就是嫁给周岩，反正他家就在隔壁，你们要把我嫁过去，那就看着吧。我不好过，都别想好过。我妈哑声，我爸反而开始骂骂咧咧。后来我还是没嫁给周岩，在我要被送去周岩家那天，陆煞来了，他带来1000彩礼，
还说会把我带得很远很远。我爸妈本来就顾忌把我嫁给隔壁再生事端，一见陆煞，立刻退了周岩的800，让陆煞接走我。陆煞来的时候是一个人，如果我挣扎，他是带不走我的。可是那天他看着我，他说：石欢，我给你带了学费。我看着他，又看了看守在门口的我爸妈，最后果断跟他走了。走到门口，我回头对上我爸的目光，我爸妈眼里居然有点心疼我，他们就那么看着我，看起来还想等我说什么话。我一下就气了，呸，当了婊子你还要立牌坊，卖了我，你们还要装心疼，卖女儿的两头死畜生。我爸妈愣怔了一瞬，反应过来就要打我，陆煞默默把我往身后拽了拽，我在他身后继续骂，你们安家除了我安石欢，没一个好东西，良心都被狗吃了，坏透了心了，丧了心的。从前人饿死了都舍不得卖儿卖女，如今年岁越发好了，你们两个畜生养的开始卖女儿了。我越骂越脏，陆煞那天扛着我跑了几里地，我家里不追了，他才放下我，松了口气。我勉强气顺了，陆煞给我糖，你吃颗糖，再有几里地，进城去吃面，行吧？我跟陆煞领了证，不是陆煞逼着我领的，只是我明白他带走我是什么意思，而且我上大学也是花的他的钱，这个证不扯，我花他钱不安心。那时候提倡自由恋爱，但没钱有什么自由？我被卖了2次，一次是我爸妈，一次是我自己。我那年多大呢？估计刚18吧，为了我好嫁人，身份证上比我真实年龄大2岁。反正证是领下来了，陆煞有厂房宿舍，不喜欢那里，人太多了。后来索性租了房子，我和陆煞一起住，可我那时候还很讨厌他。但陆煞似乎也明白这一点，他租的是2室1厅，陆煞1间，我1间，一直都是分房住，当然偶尔也有例外，陆煞怕打雷。那天我去上厕所，推开门就看见陆煞坐在客厅里，他脸色惨白，听见动静回头看着我，像被偷了魂魄，把我吓了一跳。我凑近才听见他低声道了一句抱歉。他伸出手指握住我的衣袖，石欢，等一会儿。我抽出衣袖，陆煞垂眸盯着空了的指尖，有些颓败，直到我抱起他的被子，喊了他过来睡，你明天不是还要上班？我小时候家里有个表妹，特别怕黑，但他爸妈每次发现他偷偷点灯都会骂他一顿，后来他不敢点了，他总爱蒙着头睡觉，一掀开被子，你会发现他在哭，一宿一宿无声的哭。后来我把人接回家抱着睡，他再也没哭过，他明明害怕，而他只是需要有人陪着罢了。陆煞也是。我睡主卧，床非常大，睡2个人还显得很大。陆煞睡在里面，我睡在外面。剩下的雨还在下，哗啦哗啦格外催眠，我很快又睡着了。再醒来，我一动，发现手被握着，我侧头看见了陆煞。陆煞睡得很熟，呼吸均匀，我轻轻掰开他的手指，他手指修长，大约是工作原因，食指带着薄茧，指节处还带着被划伤后落下的疤痕，不过整体看起来还挺漂亮。陆煞动了动，他也醒了，他看着我，有一点迷茫。我在他面前挥挥手，醒醒，陆煞，别愣住。他下意识抓住我的手，却又一瞬间放开了。安石欢，我下次打雷还可以来找你吗？想到他今天该发工资了，我立刻挂上笑，当然可以。陆煞看着我的目光瞬间亮了，可能是晨光透进来了，总之他的眼睛现在真的很干净，很漂亮，极其透明的棕褐色，像宝石。自从那天遇见周岩，我才知道周岩被分配到省城当老师，他租了房子就住在我们隔壁。癞蛤蟆趴在脚面上，不咬人膈应人。周岩看着我们上楼，目光都亮了，陆煞，你们也租了房子？我一把把陆煞拉进门，把门摔上了。恶心谁呢？后来半夜想起来气醒了，我偷偷摸摸爬起来给周岩门口门垫下放臭鸡蛋。一回头，陆煞蹲在门口瞧着我，对上我的目光，他又给我递了一盒臭鸡蛋，我塞完朝陆煞竖了个大拇指，孺子可教也。陆煞靠在门框上笑了，浅黄色灯光落在他脸上格外柔和。下一秒，我没忍住打了个哈欠。他伸手扶了我一下，回去睡吧。好。我还有半年毕业的时候，陆煞先开始忙了。他买了几箱还算贵重的酒，带着去找校领导，他想让我留在本市。
其实也不用担心，我成绩很好，我每年奖学金都不落，科科专业第一，像我这样的是可以有一点选择的。上辈子我就靠自己留在了省城，但陆莎还是不放心，她带着我挨个跑领导。陆莎做事很不错，有礼貌，不张扬，说话也留着余地。她没说别的，只说怕我分配后很难留在省城，提前陪我再来看看老师们。三两句话，老师们乐了，放心吧，石欢这样有能力的，肯定是要往上推荐的。大约是陆莎的走动起了效果，这辈子比上辈子分配的地方部门好了很多，是一个新建设的部门，发展空间要大很多。我第1年上班，时常能见周岩，这人跟着我一直跟到我工作的地方。我知道他不怀好心，可我却拦不住他，有时候我看着他都有些疲惫。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很好的人，如果这辈子没有意外，我都是个好人。我不想当坏人，但为什么他们都要逼我呢？9月份，我刚下班，就在门口看见了一对我意料之中的人。我上次见我爸妈是4年前了吧，如今我爸妈就坐在我们单位楼下，他们就守在大门口，同事下班看着他们有些惊奇。他们抓住我的同事问，安石欢在里面吗？我同事吓得跳开，我妈也下意识喊了我一声石欢。我叹了口气，我就知道我躲不掉。我面目表情走过去，擦肩而过，还没上楼就被我妈拽住了。石欢。我妈试图对我笑一下，但大约是因为心虚，她没笑出来。我停下，回头瞧着他们，他们忙从冰凉的水泥地上爬起来。听说你这是进国家单位了，1个月多少钱啊？你弟。我继续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。我妈想起了什么，尴尬地住了嘴，拍了我爸一巴掌，似乎是要给我出气似的。闺女，妈知道你生当年的气，当年是你爸糊涂，你弟当时又要介绍对象，才不得不把你嫁出去，咱们永远是一家人。我依旧不说话，我瞧着他们，我忽然发现我并不恨他们，我只是觉得这2个人太恶心了。我现在呀，大约一开口拒绝，他们俩就会坐下来在我单位门前哭，我就会瞬间变成众矢之的。他们铁了心为儿子要钱，我发疯，他们会比我更疯，最后我会丢了工作，而他们会卖了我。最后我想了想，爸妈，既然是给我弟要钱，弟优平方地呢？你弟刚离婚，又没有工作，现在在家呢。我笑笑，弟弟的事就是我的事，爸妈放心。我爸妈半信半疑，我平静地从包里拿出200块钱，爸妈第一次进省城吧？这200块钱拿着，这些年我还挺想你们的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，把弟弟带过来，我先给他介绍个工作吧。我笑意深了一些，但我爸妈哪管这些，他们一看见钱，一听我说的话，只觉得是我如今已经不介意当初的事，还想他们了，早就喜不自胜。好女儿，好女儿，爸妈就知道你最好。我好吗？我好像对陆莎挺好的。我妈把我弟带来了城里，我亲自给我弟介绍了份工作，工作1个月1200，也是很不错的。而我弟来的第2个月交到了女朋友，他女朋友叫韩芝，长得相当漂亮，家里又是开公司的。他跟我吹韩芝如何在意他，如何到追他，大半夜的他打个电话，韩芝就立刻去陪他。很多男人总爱从厉害女人身上获得成就感，但他们从来不思考自己配不配。我见了韩芝2面，韩芝软软的喊我姐姐，我笑了笑，给她包了1000的红包。那以后我就没再管他们，那个时代做生意的没有傻子。他们做了什么，我不想了解。后来听说我弟被韩芝骗走了所有钱，我弟弟不忿，他去找韩芝，不知道对方说了什么，他跟着韩芝私奔了，去了哪里我不知道，只是再没回来。我爸妈一辈子就我弟一个儿子，2人一夜白头。我偶尔会去送点东西，陆莎陪着我去，只是有一次我没让陆莎跟着。陆莎看着我，握住我的手腕，不能一个人去。放心吧。我拍了拍他，他不想放开手，可我先哭了。陆莎，我不能留着他们，他们早晚会毁了我。那天我一个人到我爸妈家，就被我爸妈迷晕绑走了。这是我预料之中的结果。我早就在我爸妈那边装了窃听器，我听见我弟给他们打电话，他回来也行，但我爸妈要给他们10万块钱。我爸妈哪有10万，他们更没办法问我要10万。可有个方法很简单，
我被卖给人贩子的时候都有些想笑。后来警察出现，带走了所有人，我出门看见了陆煞，他几天没睡，直到看见我，他抱住我，声音沙哑，结束了，安世欢，我们回家吧。所有人都被判了刑，我爸妈没有，我爸妈失踪了，大约是去找我弟了，我再也没见过他们。1993年，粮票失效，中国银行成立了上海证券交易所，之后便有了全民南下经商的浪潮兴起，大家都在讨论着南方的发展，收音机里也在播放着美好的未来。那一年，陆煞工资涨到了80多块，省城房价翻了1倍。好消息，周岩被房东赶了出来，他学校的工资没涨，房租却涨了1倍，他又拉不下面子去住学校宿舍，最后一咬牙，他辞职南下了。这被1楼的阿婆议论了好久，糟心的，那个姓周的，当着省城老师好好的，结果说不干就不干，亏我还想把外甥女介绍给他。我在一旁嗑瓜子，你也瞎了眼了，狠了，居然看上他。1楼的阿婆偷偷看了我一眼，拄着拐杖不敢说了。全楼都知道我骂人骂得厉害，全楼都知道我天天往周岩门口泼大粪。虽然我没泼，我只是丢臭鸡蛋，但他们就是觉得我干出了泼大粪那么丧心病狂的事，后来全楼的人就有点怕我了。周岩走的第2年，陆煞也南下学习了，南方从国外引过来一种新器械，厂里有一个学习机会，想让他试着去跟着进修学一下。他走前给家里接了电话，他每周都会打电话回来，我一点都不想接。本就分居两地，不打电话还好，一打电话反而更加委屈了。那年年底，陆煞不放假，我趁着年假南下了，绿皮火车买的卧铺。我不是为了省一点钱就能受罪的命，之前不是，现在不是，以后也不是。人活60古来稀，不要总想着跟自己作对。我在卧铺睡了1天1夜，再醒来，出站我就看见陆煞举了个大牌子，他接过行李打了车回了酒店。那年的南方到处都是背着大包小包的小贩，门口就有准备偷钱包骗钱的小贼。陆煞一手拎着行李，一手把我半护在怀里。我瞧着四周满脸的新奇，进了酒店，抬头看着陆煞，更好奇了。瘦了，好像还有点长高了，腰还是这么细。我伸手，他的腰一向结实好摸，但他这次似乎想躲开，但被我抓住了。他疼得蹙眉。我顿了一下，把人拉近，伸手拉开他的外套，里面的短袖再拉开，清瘦有力的腰上赫然一道巴掌长的划伤，伤口处只抹了些药酒，里面清晰可见的血肉已经不流血了，结了一层透明的痂。我不说话，陆煞试图拉下里面的短袖，前2天碰机器不小心划的，没什么大事。那伤口虽不深，却多少有点吓人。我垂着头一言不发。陆煞莫名有些怂了，他握着我的衣袖，石欢。我盯着那道伤口失神的喃喃，陆煞，你就是一不稳定因素，轻易的受伤，轻易的死去，关键还无可替代。我有时候真想把你锁在房间里，剩下的几10年我都不会放你出来，这样你就不会受伤了，也不会看不到了。石欢，他俯身抱住我，额头抵着我的肩膀，不舍得为难你，上你的班吧，毕竟你也挺喜欢这个。我最后索性不说了，把人拉下来摁在床边亲了好半天，手指轻轻触上结痂的伤疤，他颤了一下。痒。我收手抱着他的腰，睡会儿吧，困了。再醒来时，太阳还没落山，陆煞带我去吃饭，夜市的小摊已经支了起来，琳琅满目的物件摆了出来，讨价还价的，骂骂咧咧的，摔碗砸盆的，还有趁夜色偷钱包的。2辈子，我第一次来南方，四处吵闹却有趣。我在酒店住了1天，就搬去陆煞的宿舍了。他宿舍里堆满了机械类的书，被子晒得暖暖的。他凑着灯光翻开书，书上是规规整整的笔记。他凑到我身旁，拿着高中数学书。石欢，老师说我计算能力不行，我不太明白公式推算。我撑着头瞧他，那些公式我讲得很熟练，他听得很认真。这样好的夜晚，不会有比数学更浪漫的事。我要走那天，陆煞请了8天年假，我乐了，我问他要跟我回去吗？他认真点点头。回去的路上，他脸色通红，递给我一个盒子。我打开，是一个绿松石耳环，生日快乐，石欢。我失笑，
今年太忙，我都忘了，你要陪我回来是因为不想错过我生日。他点了点头，你今年还没吃蛋糕。本来陆莎夏天就该回来了，可进修还没结束，他被南方的一位授课老教授看中了。老教授把陆莎带走，参与一个大型进口机械维修去了。陆莎的归期推迟了好几次，最后又拖到过年。第二次去南方过年的时候，我咬牙切齿要去找那老教授问罪，但话还没说出来，老教授先开口了。陆莎就像是的简简，浓就像的喃喃，老人一边和蔼的笑着，一边塞给我一个红包。我一噎，这老人太坏了，红包给了，话说不出来了，现在只能生闷气了。那年沿海地区发展初见成色，正值年关，更是繁华。我去看海，回来看见一个寺庙，愣住了。进了寺庙，我去诚心跪拜。陆莎上完香，回头看我正在跪拜，她也跪在我身旁。我跪了很久，直到香燃完了，陆莎过来扶起一瘸一拐的我。膝盖疼吗？还愿，这点疼算什么？你之前许了什么愿？我许愿再见一个人。见到了，见到了。我又捐了1年的存款，我有时候都分不清上辈子到底是不是梦了。可是我们都还活着，什么都无所谓了。我重新回了省城，上班下班，升了次职位。陆莎在外的第3年夏天，她终于回家了。我推开门愣怔许久，陆莎做好了饭，她走近，抱着我的腰，头埋在我的脖颈。石欢，我好想你。你那边结束了？我们跟着周教授复刻日本的3台精密仪器，那3台仪器的设计图卖给了机械厂，赚了56万。石欢，根据合同，我分了16万。陆莎，我埋在他怀里闷声笑着，非常厉害。他不说话，耳尖红透了，他就是想被夸，但他也真的很厉害。陆莎的奖金再加上家里4、5年的存款，足足有20万，而那时是97年。我和陆莎上无父母，下无子女，我们俩看着整整齐齐20万块钱。再买套房子吧。买哪里？北京。好。我和陆莎都不是很会投资赚钱的人，但我们都知道房价还在涨。8月份，陆莎找了个新工作，她在一个专科学校代课机械制造，但她没干多久。因为千禧年之后，我调到北京了。到了北京，陆莎就不上班了，她在学电脑，拆卸安装，然后打游戏。她本来就不是爱说话的人，现在直接转行在论坛卖攻略，后来她还自己研发了一款小游戏，上线后赚了不少。那些年动漫兴起，都25、6了，我们俩还能凑一起看动漫，很奇怪，只要没有孩子，我们就永远都是孩子，是自由的，而非奴隶的。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困得住我们，我们也不必画地为牢。那个时期并没有什么丁克的说法，只是我们俩不喜欢多几个多余的小孩。那时候有个同事不理解，他说不怕等以后没有孩子，他跟我离婚吗？我沉默思索，他跟我离婚，难道不是因为他不爱了我吗？他都不爱我了，我为什么还要跟他在一起？同事一噎，喃喃道，哪有爱情？我认真想了想，那我们俩多半是亲情吧。可没有孩子不无聊吗？两人平淡如水，我没说话。去年升了科长，我觉得工作已经够累了，我真的没心情回去再问孩子今天过得怎么样。我和陆莎都不会养孩子，而且我们俩的性格也明显不适合养孩子，不爱说话的内向父亲，极度自私暴躁母亲，这怎么看都不是对好父母。但就是那年我怀孕了，我气得咬了陆莎一口，我就知道那天不行。陆莎忍着肩膀的疼，只小心翼翼抱住我的腰。要吗？最后还是我开口了。他没回复，只是极其认真。石欢，我不够爱他，但我足够爱你。陆莎，我生你养，不许影响我的生活。好。我有1儿1女，儿子叫陆和，女儿叫陆清。陆和不是个好东西，从出生就不是，他继承了我的自私，他做事永远是对自己有利的，永远都是对待利益最积极。但陆清很可爱，他像他爸爸，乖乖巧巧，奶声奶气的，他7、8岁就会在放学路上给我买小蛋糕了。他特别依赖我，像另一个翻版的陆莎，一看见陆清，我就觉得生孩子也挺好。陆和知道我偏心，但他不在意，反而还是全家最爱对我笑的，
他会一边笑着一边利用我的内疚坑我钱。我是偏心的母亲，他是没良心但聪明的狗东西。但陆河对他妹挺好的，这点我倒挺欣慰。他们俩从出生就拥有绝对的自由，我从来不管，而陆煞也从不要求他们中规中矩，以至于两个孩子都过得有点颠。他们12岁那年，我和陆煞有事出去1周，俩孩子偷偷躲开保姆跑出去了。陆煞给他俩打电话的时候，陆河还在带他妹开坦克。他们俩跟着同学的私人飞机去俄罗斯了。陆煞脸色铁青，我跟陆煞一起过了快20年了，那是我第一次见陆煞生气。为了找人，陆煞当天就去了俄罗斯。两个孩子真的很烦，我到的时候，陆煞已经累得发起了低烧。陆煞把孩子交给一起来的保姆，他靠在我身上就睡着了。我让保姆把小孩带走，带着陆煞找了酒店，找了3天，陆煞是真累惨了，吃了药，这一觉睡了1天半。我刚开始特生气，但想着想着又忍不住笑了，俩颠货小孩真能跑。陆煞醒来的时候嗓子都哑了，我没憋住笑，他也没忍住笑了，笑了一会儿，他忽然又认真看着我。安时欢，我做了个梦。什么梦？我梦见当初那次车祸我就已经死了，你年年都会来我坟前看我，可是有1年你没来，我想去找你，就看见你穿上了漂亮的婚纱，要嫁给别人了。然后呢？我不知道，我醒了，后面的我不知道了。我想了想，我告诉你后面的吧。我逃婚了，我没嫁给别人，我穿着婚纱去了你的墓碑前，我那时候想问你，我们婚礼还没办，我现在穿着婚纱，你能不能重新娶我一次？陆煞愣住了，他抬头看着我，我靠在沙发上笑了，压抑在心里一辈子的秘密忽然散了。我看着他，格外认真的说道，陆煞，我爱你，大约爱了2辈子了吧。他也在笑，安时欢，这是我的梦吗？不，或许这是我的梦。番外，结婚第2年，我才开始了解陆煞。陆煞就是个很倒霉的人，他出生就被丢弃了，后来被一个爷爷收养了。活到10岁，收养他的爷爷去世了，他被赶了出来，之后在一个卖煤的店里打工，1天2毛的工资，要送2车煤，好在店里包吃包住。他16岁出去了，去各种地方，后来拜了个师傅，学会了维修，工作才有稳定的。陆煞的性格非常非常悲观，一部分是因为他非常难以生存，另一部分可能是源自他看的书。陆煞很少交际，却爱看书，我不知道他看了多少年了，只知道他有整整1墙的书。他尤其喜欢看国外名著，也或许是那种书最容易买到。毕竟刚对外开放没多久，整个书店只有国外名著和色情小说卖得最好，一种卖给如饥似渴的读书人，一种也卖给如饥似渴的读书人。我不知道陆煞从几岁开始读那些悲情的名著，或许就是看太多悲剧，他也默认了人生本身就期待不得。这样的后果就是，他从来都舍得给我任何东西。人类这种生物，求神拜佛都是为了自己的欲望，像陆煞这种恋爱脑不多，我很喜欢。而我这个人又恰恰自私，我喜欢陆煞的无底线付出，喜欢到极致就成了无可丢弃的习惯了。习惯变成了羁绊，除了他就再没别人了。我姥姥曾是大家闺秀，一人的嫁妆养活了3代人，我刚出生，爹妈不喜欢我，是姥姥带走了我。我的名字是姥姥起的，我也是姥姥捡废品养大的，姥姥认字，也爱教我认字，她那时抱着我，我们家时欢啊，要好好的自由的长大，不要像姥姥这样，也不要像你妈那样。我学习好，我的成绩是姥姥最开心的事，我说等我考上大学，就带姥姥搬城里住。后来我刚进高中，姥姥就生了大病，她给我塞了家里所有的钱，她看着我，声音微弱，时欢，要上学，一定要上学。那时我爸妈也过来了，他们想要我姥姥的2亩地，我姥姥逼着他们立誓，如果我要上学，不许拦着我。可是后来他们卖了我，听说姥姥当年就是被逼着嫁人的，我又走上了老路。陆河18岁那年谈了个女朋友，我和陆煞都没干涉，只是陆清有点不对劲。陆清那年16，他抱着枕头来我们房间，陆煞熟练的在地上打了地铺。我问陆清怎么了，陆清说哥哥变了，哥哥已经很久没有跟我说过话了。我想了想，陆清，人都会变，你哥哥长大了，他有了自己的世界，会逐渐脱离我们的家庭，你以后也是。
陆清埋在我怀里闷闷的哭，小姑娘太敏感了，连这点都有点像她爸。陆清那天哭了很久，最后她问我人都是会变的吗？可爸爸妈妈好像从来没变过。我想了想，我一直喜欢你爸是因为他足够敏感、自卑且喜欢付出。睡在床边的陆煞也默默接了一句，我一直喜欢你妈是因为我到现在都配不上。陆清茫然，我们俩都笑了。人啊，变的只是想法，本能是不会变的。陆清，你要喜欢一个本身就足够好的，你哥并不是，他变了，这不是你的原因，这是他的原因。陆清，不要被别人行为困住自己的思想，往前走就好。那年，陆河考了本地的大学，陆清上高2，以学习忙为借口申请了住校。陆河平时对他太好了，一时间忽然冷淡，他需要一段时间适应。陆河后来也找过我们一次，他说妹妹好像对他生疏了许多。这次我没解释很多，只是说长大了，这很正常。陆河不想了，又乐呵呵去玩了。陆煞很小就见过安世欢，这个故事开头应该从更早讲起。在安世欢之前，安世欢的姥姥曾经还捡走过一个小孩，可姥姥实在养不了2个小孩，于是那个小孩被姥姥养到4岁就送走了。送走那天，陆煞还在抱着拉着安世欢学走路。安世欢从来不记得陆煞，但陆煞一直记得安世欢，那是姥姥的亲孙女。那个小姑娘小时候就很可爱，会开心的抱着她。那个小孩长大后也有着非同一般的好成绩，姥姥给他找了一户非常好的人家，那户人家爷爷会给他讲故事，也会把他送到学堂，让他学写字。只是爷爷忽然器官衰竭，陆煞就不回来爷爷，他也被爷爷的子女赶了出来。姥姥总想把他再接回去，是他没回，姥姥供不起2个孩子了。姥姥死的那年，陆煞在另一个城市，那是个煤矿厂，他跟着师傅修各种机器，灰扑扑的游走在人群中。那天下煤矿的有一个人中毒了，没救回来，没有家人，尸体就丢在那里，丢了好几天。后来陆煞就走了，他回到原来的城市，他想见一见姥姥，可姥姥死了，安世欢被他爸妈接走了。他要带走安世欢，这是他剩下的唯一一点执念了。他其实并不在意安世欢是以什么身份待在他身边，什么身份都不重要，他在身边最重要。安世欢大3那天，他忽然说毕业就离婚吧。陆煞没说话，他明白他要离开了。那辆车过来的时候离得很近，他看着车，他并不是忘了躲避，他只是想起来，他现在死掉的话，安世欢会给他收尸，他或许会因为愧疚，每年都回来看他。想到这些，他会愧疚，他莫名有一种开心的感觉，他也觉得自己有病，但无所谓。后来安世欢把他扑倒了，小姑娘抱着他在哭，